下面呢，我们讲另外一个作家的奏鸣曲。因为这个奏鸣曲呢比较容易一些，所以呢就给编到这个小奏鸣曲集里面，作为弹奏奏鸣曲的入门之一。这位作曲家是谁呢？他是奥地利的伟大作曲家莫扎特。他一生很短暂，只活了35年。他出生于1756年，1791年就去世了。他这首奏鸣曲为什么把它编在这儿？看起来是简单，因为它给人感觉是非常简洁如歌，天真烂漫。好像一听到这个旋律，8岁的小孩就能够被他引进音乐的殿堂，还就让人家觉得啊，这个音乐那么可爱，我要学钢琴了，对吧？这个音乐就可以起这么大的魅力。但实际上呢，这个作品是他晚年，所谓他的晚年，就是说32岁写的，35岁他就去世了，也就是说他已经饱经了他的风霜。这里呢，好像是他用他的带着眼泪的微笑来写作这个作品，所以呢，真正要弹好，也真是不是容易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作为入门，作为弹奏鸣曲的门，这么一个奏鸣曲呢，我们只能大致的把它的应该知道的东西弹出来。真正要讲究起来，莫扎特的东西是相当难的。小孩也可以弹，大演奏家也成为他们的舞台上的演奏经典曲目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谱子上的基本上的要求来理解，努力给它做到很典雅、很纯净、很天真、很浪漫。我想这个旋律同学们一听就觉得非常天真，非常纯洁，对不对？那么从触键上来讲，我们要求呢很透明。莫扎特的特点就是它的音色是很透明、很清亮，又很平稳、很亲切。咱们努力要去做到它，使得声音弹得透明的话，我觉得多用一点第一关键，而不能够多用手腕，这样弹呢就太浓了啊。这是一个触键上的要求。另外一个呢，左手它这个伴奏吧是阿贝提低音，我们为了能够弹得平稳，而且又要旋律比较悠长，有时候呢那个低音可以稍长一点，让它有一个延长音的。多清澈啊！而且你弹的时候那个情调千万不要把它弹俗了，让它弹得很微笑、很亲切、很纯洁，感觉。这里呢是旋律，不是音阶。左手弹了几次坡了，从这儿开始往上登。这里它谱子上有的各种版本，总是把它写成很多很多的连线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地方我觉得右手的8分音符断奏就可以了。怎么叫断奏呢？就可以了。那这也不见得好。当然呢，如果
很难解释这个事情的话，那么就是按照谱子去做这个版本。但是最好呢，慢慢等你们学到全部的奏鸣曲的以后，要买一本好好的莫扎的原版版本。好，下面就过渡到副题了。副题开过渡的时候，这个点很像小提琴弦乐的哩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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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啦，千万不要把它弹成机械性的，是哩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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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是非常清亮，很可爱，让人家觉得很娇美啊。这个装饰音呢，从上面转过来，因为前面有一个同样的 so， 所以呢，我们为了区别这个音，从上面翻，再出现一次，再多一点，啊，这个左手伴奏从这个第13小节开始啊，这个左手要好好练一练，因为大拇指特别容易僵，我们可以要倒一下指法，要换一下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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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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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答滴答，稍微顺它，不要是这样去弹啊。咱们再听一听这个副题的可爱劲儿啊。好，后面是长长的爬音的经过句，这个爬音经过句我们也要把它当作旋律，好像有问有回答，要不然呢，同学们很容易记不住啊。千万不要多难听呢，当旋律好吗？那么到哪去了呢？又回到乐队呢，咚咚，好像弦乐四重奏的感觉，像笛子吹出来一样。又很高兴哈，好像很单纯。这个装饰音是比较难啊，这个颤音是比较难。有的谱子呢说3对2，我觉得那样更难，所以尽可能的2个音对一个。好，咱们接着看发展部，它也是用这种对话式的爬音和音阶来进行的。又回来啊，看用音阶怎么来对话。听出来吗？它并不是单调的，是有倾向性的。再问一次，回答。又回来了，听出来了吗？所以我们要一组一组的知道他们2个手之间的关系，这样呢，同学们能够记得住，而且能够不会弹错。好，到下面呢，它就是一样的了，回到
主题，但是它这个主题啊不在它的原调上了，在 F 大调。后面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了，我在这儿就不重复了，一会儿会有这个我的一个学生王雨佳给大家演奏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接着讲第2乐章。第2乐章是非常非常好听，也比较长，好像这个程度跟第1乐章的程度有一些距离，所以一般来讲可能弹的同学比较少。它难在哪儿，并不是说在技术上，而是在音乐上。音乐上好像它一种饱经了风霜，完了一种对于生活的希望和温暖的请求。在这里面呢，它的伴奏始终是用那个阿贝蒂的低音来做伴奏，造成一个有一点像摇篮曲的背景。但是它的那个音调很简单，反复了很多次，但是你听起来都不会嫌烦。你看，要有一种很平稳、很温暖的感觉的。我们还是听得出来，是一种里面还有一点心酸的东西，对吧？因为像这个感觉呢，这里的变化音，注意这里右手可以多一点点的旋律，附点，这里的跳音不要给它抽起来，而只不过是断奏而已，是送下去的。咱们看，好像让那个感情是往下送，这里又连了，好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结尾。看起来是很美，里面有很多心酸。好，到这儿呢，变了一个调。注意到墙。听出来稍微难过了。有一个请求的，它谱子上有一个小箭头后面这个色彩特别好，是变成一个小调了，很难过了。但是呢，他还强作微笑
送出去了，好像把压在心里的郁闷唱出来了。这里是舒展出来一点呢，转弯，这时候又回来了，就回到开始的主题的情绪了。啊，就是这样的，里面的曲调一直是一样的，但是它里面的些微的变化都能够感觉到他心里的有一些心酸的东西，但是他表现出来是那么优美，那么纯净。这个就是他难的地方，也是他好的地方啊。我们如果要真的要练它，那首先呢，我们的初见一定要非常好，不能够破坏它的宁静的那个甜美的东西啊。初见一定不能生硬，完了要特别敏感，感觉到它的和声和它的变化音所对我们的提示。第三乐章呢是一个回旋曲，是一个小快板，就相对来讲这个就比较活跃了，比较真正的欢快了啊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弹回旋曲，咱们前面讲了是吧？它总是有 A 有 B 有 C， 看看我们这里有没有啊？它整个初见的感觉是非常明快，对。它的音素就是通过这个啊，它谱子有的呢是换指啊，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，自己的手型是24线，这样24 35 13。24 35 13，左手呢是24 13 35，这样去练。因为我们如果它就很可爱，它就不会梗啊。那么第二句哈。也是对比性的，前面是活跃的，但是后面它用一个美的音节啊，这个是它的 A。那么 B 在这儿，这个哒滴哒哒也要倒指，这里舒展开。这就是它的 B， 很短很小巧啊。完了以后呢，又回来了，它的句子接着来，好，又回到 A 了啊。这个因素很容易，我们很容易就做。那么到哪儿呢？到36下键，这是 C 了。这 C 的情绪跟前面这个小巧的东西不一样，
舒展看，到这儿来了啊。完了这个地方呢，又回来了。好，这个曲子就比较简单了，虽然有一些这个小音符哈，但像这个地方什么，后面有一点难，但是呢，主要的音乐情绪要把它抓住，这个是我觉得是更难的。弹莫扎东西，我觉得常常他的技术给我们感觉并不是太难，而是他的味道和他的情调，还有就是他的声音的触键，这个是更难的。这个它作为一个入奏鸣曲的一个门儿，那么我们可能首先弹这个它的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。好，莫扎的奏鸣曲我们就讲完了。